未婚夫又双弱着纵容他女朋友欺负我了。他还威胁我家的事只有我小叔说了算，只要他这尊大佛不点头，婚约就不算数。我乖巧应下，手里却忙着给床伴发消息。你今晚能不能克制点？乖，我尽量。回我消息的正是未婚夫口中那位权势滔天的小叔叔。等了徐明月半个小时，冷风快把我吹透了，那辆红色法拉利才缓缓出现。副驾驶坐下来一个漂亮女孩，是徐明月现在的女友，刚换的。他们贴着车门，恋恋不舍地告别。呀，这不是你未婚妻吗？女孩瞥我一眼，冲徐明月撒娇。老公，你带我兜风，却又绕回学校，就是为了接她啊？别胡说，她不是我未婚妻。宝贝吃醋了，老公给你买包。哼，宝贝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看到她就烦，要不是家里的命令，我才不管她呢。两人一点都不打算压低声音，又腻歪了一会儿，他俩才分别。女生从我身旁经过，张牙舞爪地说，我警告你，副驾是我的专属，你不许坐。放心，那位置坐过那么多人，我不稀罕。我直接钻进后排，只要我坐得够舒服，徐明月就像是我的司机。只不过这司机对我没什么好脸，下次站远点，别妨碍我约会。徐明月对我一向没有好脸，我都习惯了。我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他不喜欢我，为了划清界限，经常带着女友们在我面前招摇过市。今天放寒假，说好一起去他家，我才会在校门口等他。明贤，提醒你一下。徐明月突然开口，我没有同意跟你订婚，你别太得意。啊，我迟钝地回过神。啊什么啊？我说我绝对不会娶你。知道了。我这副态度反而激怒了徐明月，他以为我有恃无恐，婚约只是太爷爷口头一说。你别忘了，我家里小叔说了算，只要小叔不点头，谁都做不了主。徐明月找到了靠山，越说越得意。看我小叔对你的态度，应该不大喜欢你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徐明月的小叔就是徐氏集团现在的实际控股人徐清野，也是徐家目前的一家之主。徐明月早年丧父，徐清野只年长他几岁，又当叔叔又当哥，把他溺爱上了天。徐明月谁的话也不听，唯独对这个小叔唯命是从。手机震了震，10分钟前我给长期床伴发了条消息，小雨伞没了，上次用完了，这次能不能节制点？床伴回，乖，我尽量。如果徐明月看到我的手机，他会惊讶地发现，发来消息的就是徐清野。徐明月看我不爽，是有原因的。1年多以前，坐拥上市集团的徐家找到我，彼时我在边疆放羊，为自己攒学费。他们说，我爷爷奶奶曾经救过徐老太爷一命，徐家花了几十年，跨越大半个中国，终于找到恩人。只是很可惜，我家只剩下我一个了。徐家把我接到上海，要报恩。我还记得，到上海的第1天，我洗了澡，换上新衣服，可头发里还是有牛羊的味道。徐明月娇生惯养，不懂得掩饰，捂着鼻子说，好臭。徐老太爷快100岁了，常年卧床。他看着我，流下眼泪。好孩子，留下当我们徐家的重孙媳妇吧。这话不至于一道惊雷，劈在每个人心上。
可老太爷只交代了这一句，就栽倒了，彻底成了植物人。徐家孝顺，不敢怠慢我，万一这就是遗嘱呢？徐明月是徐家的独苗苗，也就成了我的婚约对象。他非常抵触这桩婚事，一个放羊女怎么配得上他堂堂徐少爷？更不巧的是，我和他上同一所大学。当订婚的消息传入校内，徐明月更讨厌我了。为了跟我划清界限，他高调又频繁地换女友，几乎把各个系的系花谈了个遍。徐明月总是在我面前嚣张跋扈，可是他并不知道，当他还在跟女友马卡巴卡的时候，我和他那位权势滔天、不可一世的小叔早已飙上了高速路，到达徐家别墅，寄养在这儿4年，每逢放假我都会过来。一见到徐青野，徐明月立马变乖巧，小叔，我回来了。徐青野，听说你今年考得不错。我拿到了奖学金。很好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丝绒盒子里面放了块金表，少说值个20万。徐明月激动坏了，他不在乎奖学金那点钱，他在乎的是徐青野的认可。我垂着眼帘，与徐青野无声对视，他还是那样一张出众的脸，高傲、冷漠、薄情，长得已经够完美了，身材却比脸蛋还勾人。徐青野常年健身，肌肉紧实，充满力量感，尤其是西裤下，大腿肌线条若隐若现，一看就是爆发力和耐力都很足的样子，跟徐明月这种毛头小子完全相反。我乖巧地说，徐董好。徐明月吃了一声，看把你吓的。他觉得我怕他小叔，我没反驳，默默进了卧室，没人知道。晚饭后，徐青野进了我的房间，上次见面还是国庆假期，3个月了。徐青野有些失控，他一边吻我，一边为我戴上项链。你也有奖励，喜欢吗？徐青野的声音跟他的人一样，沉沉的。喜欢，但不是最喜欢的。最喜欢什么？最喜欢叔叔你呀。我主动缠上他，醉心于这个拥吻。屋门外传来徐明月的声音，我也想你，宝贝。徐明月正在给女朋友打视频，途经我房间门口。徐青野动作一重，我短促地呀了一声。外头，徐明月停下脚步。什么声音？万幸，徐明月对我漠不关心，他只在门口停了2秒，就走开了。夜色渐深，徐青野艳足地放过我，他最后在我脖子上亲了亲，别留下痕迹。我说，他不听，反而更加使劲。叔叔，你想让徐明月发现吗？那就让他发现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喜欢他？徐青野动作一顿，目光变得危险。他向来不掩饰自己的占有欲。不喜欢。得到这个回答，他才满意的放开我。我赶紧照镜子，还好，他一向有分寸。说起来，徐青野还是我主动聊来的。刚来徐家时，徐明月总是排挤我。他从小没了父亲，全家人都溺爱他，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唯一能管教他的小叔又常年不在家。偶然一次机会，我见识到了徐明月对徐青野的唯命是从。那天起，我就把主意打到了徐青野身上。不到30岁，单身，事业有成，身材完美，这不比徐明月香多了。为了引起徐青野的注意，我跟在徐明月屁股后面，寸步不离。久而久之，外界有了个传闻，说徐家的这位养媳没得到婚约的保证，
只好卖力勾引徐明月，像生米煮成熟饭。徐明月烦透我了，找他小叔告了状。于是，在一个春日午后，徐清野专门为我回了一趟家。他说：“请你离徐明月远点。”为什么？结婚的事只是爷爷一句口头的承诺，我们家还在商量。小明生性自由，不喜欢被安排，请你不要为难他。他很礼貌，但也不失冷淡，我完全能够理。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和一起长大的自家侄子，他肯定会偏袒家人。我说，婚约是你爷爷亲口提出的，难道你们徐家不认账？当然不是。徐清野体面的道，我们徐家会尽可能报答你们家的恩情，但婚姻是人生大事，谁都不能草率而定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先介绍优秀的男性友人给你，说不定会比小明更适合你。好啊，我扬唇笑了笑，那就你吧。我想睡徐清野，出于2个目的：一是他的确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；二是我想报复徐明月。徐清野一开始没有同意，当然，他怎么可能同意？他甚至连面都不想与我见，但没关系，我很有耐心。大2的某个假期，他陪大客户喝酒，很晚才醉醺醺的回来，别墅里的人都睡了，客厅里只有我们俩。我主动亲了他。徐清野当时问我，得不到徐明月，我也行。错了，徐明月哪能跟你比？我不喜欢徐明月，从来都不喜欢。我挑开他衬衫最上面的扣子，吻他的喉结。但我喜欢你。徐清野眸色渐深，一动不动。就在我以为这次也要失败了的时候，他突然扣住我的腰，加深了这个吻。彻底抛弃思想包袱的徐清野向我证明，他的身材不是白练的。那一天，直到清晨，我才睡去。后来，我们的秘密关系持续了2年之久，秘而不宣，无人发现。大年初3，徐明月跟女朋友分手了，一点也不意外。他的恋爱能超过1周都算长情。今天家里没人，保姆也放假，徐明月就把狐朋狗友约到家里打游戏。我下楼时，他朋友冲他挤了挤眼。徐明月，你未婚妻，滚！你丫存心找骂是吧？我真搞不懂，你特么到底装什么？明贤妹妹那么漂亮，身材也绝。徐明月一边说着你什么眼光，一边暗暗看向我。他不喜欢我，但别人夸我漂亮，他也会觉得骄傲。真是难以理解的自傲。你小子跟这一任分手，不会是准备收心结婚吧？一边去，都说了，我不可能娶。打断一下，我突然插话，请问我看起来像垃圾桶吗？什么？不像的话，就别把垃圾男人都往我这儿装。一片死寂之后，男生们哄笑作一团。徐明月，他骂你呢，这脾气我喜欢。更有人说，明贤，你别跟他了，跟我呗，我比他专一多了。徐明月捶了那个男生一下，然后脸色复杂的看看我。晚上，徐明月一行人去外面吃饭，他敲了敲我房门，语气依旧高高在上。要不要给你带晚饭？不用，饿死你。我没理会他，继续看书。20分钟后，这群人却慌慌张张跑了回来。不好了，徐明月掉水里了。徐家财大气粗，在别墅旁修了个人工湖景观。徐明月该是天黑没看清楚，就落水了。冬天，水冰至极点，他不会游泳，
几个男生在岸边呼救，急得像猴子，都不会游泳。我问他们，有些人摇摇头，有些避开我的目光。没冬天下过水啊，都是些身娇肉贵的阔少爷，有顾虑也正常。我在身上系了条绳子，利索地跳了下去。徐明月抓着我，像抓救命稻草。一群少爷手脚并用，才把我俩拽上岸。徐明月昏迷不醒，少爷们也不会急救，在他胸口瞎比划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，还好以前学过。一套流程下来，徐明月终于睁开眼。不巧的是，他睁眼那会儿，我刚给他做完人工呼吸。徐明月瞪大眼睛，又错愕又震惊，还有些矫情。我冷淡地擦了擦嘴，说没死就好。当晚，我俩被送进同一家医院。徐明月受了惊吓，需要静养，一大家子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，因此没人注意到徐清野整晚待在我的病房。徐家不差钱，病房单人单间。徐清野从公司赶回来，西装都没来得及换。他是我见过的最适合穿西装的男人。此刻，这个男人半跪在床边，揉着我的脚踝。还疼吗？给徐明月急救时，我扭到脚了，有点，你轻轻揉。他任凭我把脚尖抵在他的胸肌上，我悄悄感受着，啧，真好，这肌肉。感受着感受着，就有些失控。没人见过徐清野丧失理智的样子，只有我。就如同此刻，撑着床的手臂青筋暴起，他一声声呼唤我的名字，你们两个都不让我省心。徐清野说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救他的。听说你给他做人工呼吸了？你该不会吃醋吧？只是救人，还救的是你侄子。放心，不会。话虽这么说，徐清野却突然欺身上来，蛮横地吻我，像是要把口腔里的气息替换掉。病房的白纱帘起起伏伏，同我们一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有人敲门。明贤，我来看看你。徐明月的声音，我瞬间紧张起来。徐清野随之闷哼一声。谁在里面？徐明月再次敲门。明贤，你安全吗？我开门了。我试图推开徐清野，他却反而更紧密地与我纠缠。战友欲化作火焰，将理智灼烧殆尽。乖，不要推开我，求你，我会死的。与此同时，徐明月转动了门把手。此刻，我要感谢这间病房的隐蔽性，门与床之间用一扇隔断做了阻挡，隔断透着微光，从外面看不太清楚。谁在那里？徐明月大步绕过隔断。叔，是你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明显脚扭了，我来看看。徐清野坐在床边，已经恢复了冷静。我也来看看他。叔，你很冷吗？徐清野扯了一角被子，盖在肚子上。有点。那你把外套穿起来啊，别和明显抢被子。徐明月神经大条，没注意他小叔衬衫上的褶皱。徐清野轻而易举地岔开话题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救命恩人。徐明月转头看躲在被子里的我，谢谢你，明贤，没想到你会不顾安危，跳下来救我。我真的很意外，也很感动。诺，给你拿了点水果，你吃。我露出个脑袋，我没事，明天就出院，水果你自己留着吧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发烧了吗？徐明月伸手探我额头，他没发现徐清野一直盯着他那双碰到我的爪子。
那是想要剁掉的神情。我给你冲杯感冒药。不用，没发烧。那我给你涂扭伤药吧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也不用，你叔已经给我涂过了。但徐明月打定主意要为我做点什么。喝热水不？我给你倒点。他手忙脚乱的动作有些笨拙，再拒绝就不合适了。我只好从被窝里钻出来。徐明月一转身，突然怔住。明贤，他愣愣地抬起手，指着我的锁骨处。这是什么？我举起小镜子，赫然看到吻痕。我几乎是条件反射，看向徐清野。他一向懂得分寸，从来不会留下痕迹。这一次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微表情没能逃过徐明月的双眼。明贤，你为什么看向我小叔？我语塞。徐明月立刻看向另一人。叔，他为什么看着你？徐清野扫了眼自家侄子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你说呢？不是。徐明月急了，你俩怎么都不说话？回答我啊！是过敏。我说，有点过敏，挠破了就这样。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徐明月想要凑近，我一把捂住锁骨，避开。徐明月，我俩不熟，你别离我这么近。还有，这房间里就我和你叔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也是，你跟我小叔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他被说服了。我这样落落大方地讲出来，反而能打消他的疑虑。现在不是暴露关系的时候。我救了徐明月，恩上加恩，徐家和徐清野肯定都会给我一点表示。我要把那些真金白银拿到手。如果现在暴露了，以徐清野的性格，会怎么处理呢？为了疼爱的侄子，为了家庭的和睦，为了集团的形象，为了股票，我大概率会被抛弃。我很清楚，利益之下，男人并不值得信任，握在手里的才最重要。思及此，我点头微笑。是啊，我和叔叔不是一个世界的。一旁，徐清野逐渐冷了脸。自打被我救了一命，徐明月态度完全转变。他拿出了追系花们的那一套，每天给我发微信，约我一起吃饭，在宿舍楼下等我。为了防止他自作多情，我告诉徐明月，我救你是因为我品德高尚，如果溺水的是一个陌生人，我也会救。知道。徐明月压根没在听，只是看着我的脸，愣愣出神。怎么了？明贤，那天是你的初吻吗？问这话的时候，万花丛中过的徐少爷居然有点脸红。见我不答，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的初吻负责。不是。什么？我说，不是初吻。怎么可能？大学4年，你跟男生谈过？不可能吧？我沉默。真假的？你真跟别人谈过？徐明月怀疑人生了。这样也好，说不定他马上就放弃了。但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徐少爷非但没放弃，反而坚定地给我发消息。明贤，我想通了，是不是初吻，初恋都不重要。我恨自己以前没注意到你的好，我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我翻了个白眼。周末，徐明月拉上我，去给徐清野送东西。徐清野在集团旁边有套房子，我来过，是一个江景豪宅，阳台可以看到江对岸的集团大厦。路上，徐明月边开车边说，我叔这套豪宅全国闻名，有钱也未必能买到，是身份的象征。我来过，有个超大阳台，直对江景，绝了。懂。
我也喜欢那个地方，听说卧室也超大，但我叔洁癖，不让我进。因为里面全是我的痕迹，也不知道以后谁会成为我小婶婶。能把我叔驯服，绝对不是一般人。说话间，车子已经开进小区，这里的保安都是专门培训过的，进出检查严格。徐明月摇下车窗，自报身份，随即就要介绍我，这位是明小姐，您好。保安恭恭敬敬地给我敬了个礼。徐明月愣住，你认识他？我来过。赶在保安乱说话前，我先开口，来替阿姨送过菜。徐明月的妈妈自丧父后，就开始了养生的归隐生活，天天在自家花园里捣鼓有机蔬菜，有时会给徐青野送来。徐明月并不怀疑，到家门口，徐青野亲自来开门。若是徐明月细心一点，就会发现徐青野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停留，可惜他从来不是细致的人。徐明月进屋就逗猫，咪咪，来让哥哥抱。对了，明贤，你见过这只猫没？我叔养的，叫咪咪，但这家伙很怕生，跟你不熟就会躲起来。等等。徐明月吃惊地看着咪咪主动跑向我，还在我脚边翻肚皮，这是他都没有的待遇。咪咪好像一点都不怕你。可能我比较招小动物喜欢，你这体质真好。徐明月接受了这个说法。就在他追着猫满屋子乱跑时，徐青野和我默默走到一边。这里是一处死角，任何房间都看不到。我们在阴影中肆意接吻。咪咪想你了。徐青野低声说，没错，那只猫其实是我养的。徐青野有洁癖，不喜欢掉毛的东西，但我真的很想拥有一只猫，就撒娇求他。他嘴巴上说不行，第二天却给我发来一堆幼猫的照片，让我选。然后咪咪就养在他家了。咪咪抓坏他的真皮沙发，打翻他的水杯，这在以前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事。面对可爱的小猫，他放弃原则。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，爸爸原谅你了。我是妈妈，他是爸爸。那一瞬间，我有过一个念头，或许徐青野是有一点喜欢我的，或许我俩之间不只是那种肤浅的关系。但我很快把这个念头打消了，妄图从徐青野这样的人心里分走爱，太不切实际，还是肤浅一点吧。徐明月抱着咪咪返回客厅时，我和徐青野已经拉开了2米的距离。叔，你这房子采光这么好，怎么不让阳光照进来？说话间，徐明月自觉地拉开窗帘，紧接着他跟定在原地似的，一动不动。小叔说，你有女人了。徐明月缓缓抬起手，指着阳台上的女士内衣。是我的内衣，蕾丝内衣迎风飘摇，分外惹眼。我有不少个人用品都在这儿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徐青野这个洁癖狂把我的内衣洗了，而且我确定是他亲手洗的。他连自己的内衣都不让保姆碰，气氛一时很诡异。叔，你谈恋爱了吗？都同居了，怎么不带来让我见见？徐青野没说话。让我猜猜，是大江集团的千金，还是地产开发商的妹妹？等等。徐明月忽地瞪大眼睛，你这么藏着掖着，不会是女明星吧？别这么好奇。徐青野说，怎么能不好奇？我未来的婶婶啊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圈子里多少人都等着你公布恋情？徐明月没有夸张，徐青野作为集团的实际控股人，婚姻大事弄不好会影响公司股票的。
家里当然希望强强联合，再不济，女明星也行，好歹有社会影响力。可惜徐青野管了这么些年，硬是一点绯闻都没有。到底是谁啊？徐明月急得抓耳挠腮。徐青野，以后再说吧。话毕，他悄悄看了我一眼，似乎生怕这样敷衍的回答会让我不开心。但徐青野并不知道，我从未想过嫁进他们徐家，他亦或是徐明月，我都不想，所以无所谓他怎么回答。我找了个理由，拉着徐明月回学校了。我叔怎么这样啊？还不把我当家人，这么重要的事都不跟我分享。回程的路上，徐明月在抱怨，他太令我痛心了。明贤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打了个哈欠，随口道，也许根本没有女人，那女士内衣她自己穿呗。徐明月，我发誓，我只是胡扯一下，想堵住他的嘴。但是徐明月一副见了鬼的神情，喃喃自语，我叔不近女色其实是因为有特殊癖好，怕另一半不肯接受，才迟迟不找。逻辑合理啊。对不起，徐青野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迎来大四毕业季，徐明月追我追了几个月，越发上头。可能真应了那句话，越得不到的越想要。毕业典礼那天，徐青野来了，他名义上是为了徐明月而来，无人知晓，在空落落的礼堂死角，他虔诚地吻我额头。我问，你今天不是有重要的工作吗？推了，那些都没你的毕业典礼重要。虽然我和徐青野只是不上台面的关系，但我承认，在某些瞬间，我会对他产生不一样的情愫。就比如今天，作为孤儿，我很羡慕其他同学能邀请家长来参与毕业典礼。我没有家人了，可是徐青也让我知道，这偌大的礼堂里，也有一人是为我而来。晚上和同学聚餐庆祝，几个专业并在一起聚，其中包括徐明月的金融系。4年的同窗好友们即将各奔东西，大家都很不舍，一不小心就喝多了。中途徐青也露过脸，这家大饭店是他名下产业，他替我们把账抹了，还加了很多硬菜与酒水，全体同学都在欢呼。目光流转间，徐青也目光与我对视片刻，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借口去卫生间跟了出去。他果然没走远，似乎就在等我出来。我追上去拍了一下他屁股。徐青野，他无奈地说，喝多了。没有，那就是喝多了。我攀着他的双肩要亲亲，全然不顾服务员的目光。徐青也只好抱着我闪身进了隔壁没人的包间。我把手机丢到一旁，忘情地和他拥吻，因此错过了徐明月给我发的消息。明贤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待会儿隔壁包间见。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。黑暗中，我跟徐青也说，等什么？他嗓音低沉醇厚。我身上这件衣服口袋很大，一股脑掏出很多东西，比如毛绒狼耳，也可能是狗耳，谁知道呢？带给我看，原来你喜欢这样的，行吗？只要你喜欢，怎么都行。他脱了上衣，露出精壮的肌肉，再把耳朵戴在头上，像个忠犬。其他的也给我。徐青也主动研究着我的小玩意，逐一戴上。我没想到他这么配合，什么男士胸链之类的，他胸肌练得好看，戴上去简直犯罪。这样会更喜欢我吗？他望着我，认真地问。会，超级喜欢。徐青也开始吻我，
从嘴唇到下巴，再到脖子，亲上瘾了似的，最后半跪在我面前。黑暗中，感官放大，他的吻温柔潮湿，我垂下眼帘，只能看到他毛绒的耳朵和充满占有欲的眼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根本没过多久，徐青野整理好我的裙子，就在他替我系上最后一颗扣子的时候，包厢门被人打开。进屋时，我们眼里只有彼此，都忘了锁门。徐明月拿着一大捧花，站在门口，他看到还没来得及摘下胸链的徐青野，看到他发红的嘴唇和无骨般靠在他怀里的我，徐明月颤抖地问：你们做了什么？徐明月是神经大条，但不是智障，他重重地把门摔上，吼道：回答我啊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徐青野慢条斯理地穿好上衣服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了？徐明月的脸瞬间失去血色，拿着捧花的手快要捏碎。叔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在开玩笑。没开玩笑，我小声说，男未婚女未嫁，很合理吧？明显你特么跟我有婚约，可你死不承认呀。我冲徐明月笑了下，徐少爷，你忘了自己以前做过什么吗？把我丢在寒风中，纵容女朋友欺负我，你凭什么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会一直等你？你太高看自己的魅力了吧？不是，徐明月百口莫辩，我其实根本没谈过几次恋爱，他们都是我专门找来的，我跟他们没有过亲密关系。专门找来，目的是跟我划清界限，我和他都很清楚。徐明月的辩解反而成了砸自己脚的巨石。继而看到他手里的花，我戏谑道：你拿花做什么？不会是要表白吧？说中了。徐明月眼睛里布满血丝。我让徐青野先出去，我要跟徐明月单独聊聊。徐青野不愿意，他怕徐明月伤害我，在我的坚持下，他才离开。叔侄两人擦肩而过时，针锋相对的气氛都快要显化成刀子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徐青野一走，徐明月就绝望地问：你脖子上的红印，还是保安认的你，又或者阳台上的那件内衣？难道更早吗？我用沉默代替回答。明贤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到大唯一崇拜的人就是徐青野。瞧瞧，直呼全名了，是有多生气啊？可是现在，他抢了我的未婚妻，我的信仰他了，是我勾引的他。我打断徐明月矫情的控诉：什么？我勾引了他？有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讨厌你们徐家，这才是我刚才支走徐青野的真正原因。有些实话，我不想让他听见。我讨厌你们徐家所有人。我承认，你们一家承包了我学习费用，我很感激。但是，你们真的是为了报恩吗？我冷笑一声。我一来上海，徐家就马不停蹄地发新闻，说收养了我，只为报恩。可是你们问过我愿意上新闻吗？真是给自己塑了张好脸面。股票涨了吧？融资多了没？分我一杯羹了吗？我站起来，在徐明月身旁踱步。你妈妈对你排挤我的行为，不闻不问，这就是报恩。还有你太爷爷，究竟是多封建，才会觉得留在你家当媳妇是个恩赐啊？你们家是很有钱，可不是所有女生的人生志向都是结婚。真想报恩，怎么不拿真金白银砸死我？怎么不把股权分我半点？这些真实的好处，你们是一点也不给。我知道，我说的刻薄，
且贪心，但是说要报恩的是他们，那就别怪我利己。而你，徐明月，我压根不喜欢你。就你一方面是觉得你罪不至死，另一方面，我想要你们家给我好处，就这么简单。徐明月身体瘫软地靠在椅子边。你为什么憋到现在才说？因为我要安稳地把学上完。学习是我唯一的谋生武器，不发脾气，只是害怕徐家断了我的上学费用罢了。那我输呢？报复你而已。我轻飘飘地说，看你刚才那么崩溃，我很开心。玫瑰花碎了一地，我踩上去，拉开门，准备走。徐清野并没有离开，他一直站在门口，应该都听到了。我从未见过他这么黯淡的眼神，刚刚还说超级喜欢，他头上还戴着那对傻乎乎的毛绒耳朵。风吹过来，耳朵动了动，好似在委屈。我最终没有理会徐清野，大步走了。事已至此，再去解释任何都没有意义，更何况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无需解释。扪心自问，我对徐清野不是没有感情，但是这不是把他从徐家剥离的理由，也不是我为他留下的理由。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在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边疆，努力考上重本，从来不是为了嫁人。我谨记着家人的话，走出去，见世面，才能为更多走不出去的人发声。当晚，我打包好行李，果断离开徐家。我先回了老家，参与家乡建设。当地牧民阿曼古丽是我父母的旧友，爸妈去世后，我有时就借住在古丽奶奶家。7月的一天，我休息，窝在古丽奶奶家看电视。老式电视机里突然出现一则新闻，徐氏集团董事长徐清野宣布让出部分股份，自愿赠与一位友人，友人身份不详，据悉是一位姓名的女性友人。我内心咯噔一声。新闻接着说，目前转让流程已经全部走完，股权转让不是小事，要说服所有股东们，要被外界虎视眈眈，光流程起码也要走个半年。而现在，距我离开徐家才过去1个月，也就是说5个月前，徐清野就在筹备这件事了。我早就不再使用上海的那张电话卡，徐清野联系不上我。我登上旧的邮箱，果然他给我发过很多邮件，赠与的比例刚刚好，既可以让我吃到分红，又不影响徐清野实际控股人的身份。正在此时，古丽奶奶走了过来，这个人我见过，她指着电视机里的徐清野。我打趣道，奶奶，您也看财经杂志？不是，我在县里见过。什么？上周我去县里的牛羊巴扎见过这个男人。古丽奶奶汉话不太流畅，尽力描述着。他这张脸我不会忘记的，一看就是口里来的嘛。后来问他的向导，说是上海人，来快1个月了。注：口里为新疆俚语，泛指内地人。1个月，我彻底愣住了。也就是说，徐清野其实一早就知道我在这儿，只是一直没来打扰我。我突然想起，不久前我去县城叫当地农民使用物流，一大箱羊肉从架子上掉下来，眼看就要砸到我。一个男人突然伸手护住我的头。当时下着大雨，他穿着雨衣，看不清脸。我说了声谢谢，就继续干活了。如今想来，那个人的身高和手型太像徐清野了。他一直这样默默保护我吗？我要去一趟。
没有车，我就骑马去，穿过草原和牧场，穿过养育我18年的家乡。星夜兼程，山河送我。我终于来到徐清野面前，见到他时，他正在寺庙祈福，双手合十，虔诚许愿。我站在他身后，说：这个寺很灵，据说许愿都能成真。徐清野唰地睁开眼，惊喜地看向我。我问：你呢？成真了吗？他说：成了，都求神拜佛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？你既然躲开我，肯定是有不想见我的理由。我尊重你的想法，不打扰。来这儿多久了？1个月。1个月，就等着我回心转意。我笑了。徐清野，不傻吗？不傻，我等到了。他沉沉地看着我，眼底有暖流。走吧，我请你喝一壶咸奶茶。10分钟后，我和徐清野坐在店里，奶茶香醇，清咸适口，很适合谈事。股权赠与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徐清野说，半年前我就在准备了，送你的毕业礼物，不是为了报恩，没想那么多，就单纯想送你礼物。你这礼物太贵重了，只要你喜欢，就值得。我摩挲着碗边，说，可是，我说了那样的话。不怪你。徐清野的回答出乎我的想象，是我的错，没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你走后，我仔细复盘我们的相处，发现我的所作所为的确可能让你产生一些误会。什么误会？让你产生我不爱你的误会。我怔住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说，听不懂否定句。我爱你。他笑了笑，是一个有些温润的笑容。如果还是听不明白，我可以说很多次。等等，为什么爱我？我不解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原因？说不太清楚。徐清野喝了口奶茶，可能是第一次见面，也可能是第一次接吻，也可能是后来的相处中日久生情。你这样讲，怕是会有歧义。我下意识笑出来。气氛缓和后，徐清野再次认真起来。明显，我以前没谈过恋爱，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。直到认识你之后，我才明白，网上所说的恋爱脑是什么意思。爱让人失去理智。阳光照进来，将他的眼睛映成琥珀色。他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，轻声道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奶茶喝完，我们在县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你来这儿1个月，工作怎么办？我问。不碍事，以前我喜欢亲力亲为，偶尔给自己放个假也不错。徐清野身高和模样都很出挑，走在街上格外引人注目。赠予我股权，遭到很多反对吧？还行。徐清野说得轻松，但我知道这个过程绝对血雨腥风。再一次走回刚才的寺庙，周身气氛都变得庄重起来。徐清野忽然停下脚步，明显我还有一件事要说。你讲，你能否考虑一下，让我参与你未来的人生？他在神像面前单膝下跪，不为报恩，不为亏欠，只是单纯的考虑一下我，让我成为你未来丈夫的第一候选人。我许久不动。徐清野以为我要拒绝，他说，拒绝也没关系，股权赠与不会中断，这2件事并不相关。可是现在我给不起嫁妆，我替你出，或者干脆就不要了。我以后想读研究生。我陪读。我能在家里养马养羊吗？我明天就去买个庄园。神像垂眸注目我们，心跳愈发炽烈。我说，那走吧，你跟我去拜拜我家人，这事就算成了。
又1个月后，我的工作被迫中断，临时回了趟上海。徐老太爷醒了，这实在令人震惊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昏迷至彻底去世那天，没想到他居然好转起来，还能说话。我想去看看他，哪怕是为了我的爷爷奶奶。他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还保存着关于我爷爷奶奶记忆的人。老爷子虽然思想古板，但对我真的热情。他看着我，感叹不已。你真的很像你爷爷，又有点像你奶奶。他们在边境巡逻了一辈子，是大英雄。他还跟徐家的小辈们说，我去西部那年，车子在雪地里抛锚，零下30度，冻死人。还好明贤爷爷奶奶骑着马巡逻过来，在那一望无际的雪原上，我看到红旗的颜色，当时就激动地哭了。鲜活的画面难以磨灭，徐老太爷流下眼泪。此后我回上海创业发家，永远难忘他们的恩情。你们也是，时代进步太快了，无论外界怎样变化，你们不能忘本，不要忘记戍边牧民和军人的功劳。从老爷子身上，我悟出一个道理，人是复杂的生物。他古板封建，只是因为他太老了，老人的脑部退化，让他们无法跟上新时代的思想。他是一个被留在过去的人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心存善意。明贤，爷爷跟你说的，留在我们徐家的事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他温和地问我。你不愿意和小明在一起也没关系，现在流行自由恋爱，以后徐家就是你娘家，你无论嫁给谁，我们都给你撑腰。场面一片寂静，没人敢冒头说话，生怕多说一个字，老头就受不住，又晕了。就在这时，徐青也走了出来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爷爷，请您收回这个婚约。怎么了？想和明贤结婚的人是我。老太爷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他沉默半晌，看看徐青野，又看看我，差点把你小子忘了。他说，我还以为你要出家呢，过来点，明贤。老太爷向我招手，然后颤巍巍地从抽屉最下层拿出一个镯子，一个看起来堪称古董级别的镯子。这是给青野媳妇准备的手镯，还以为用不到了呢。爷爷，没事，不用有压力。老太爷笑呵呵道，就算你以后不想嫁他，这镯子也不用还了。我了解我这孙子，如果不是爱到极点，他绝不会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。你如果不想嫁，他这辈子估计也不会结婚，镯子你就自己留着吧。我愿意，我坚定地回答。徐青也没料到我会当着老人家的面把这3个字说出口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同样坚定。徐老太爷欣慰地说，我可以安心地走了。至此，所有人才明白，老人家拧着一股精气神，回光返照，就是想要见证我安稳幸福。料此遗愿的徐老太爷在当晚寿终正寝。3年后，我将那些戍边的牧民事迹拍成纪录片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人。纪录片上映那日，恰好是我和徐青野的婚礼，庆典在草原上举办，久违的又见到了徐明月。他这些年一直在外闯荡，没有依靠小叔的帮助，也不怎么回家。他会来参加婚礼，我很意外。徐明月看起来比2年前沉稳不少，他全程站在人群外，沉默地看着，直到最后，他才走到我们面前。
徐青野谨慎地盯着他，生怕他说些不该说的话。徐明月在长久地凝视我后，吐出3个字：小婶婶。他没祝我们新婚快乐，改完这个称呼后，丢下礼物就走了。我不知道徐青野注意到了没。徐明月那样叫我时，仍然带着不甘心。也许他会想，这原本该是他的婚礼，以后难免还会再见，那时候他会怎样对我，不知道，也来不及想那么多。起码此时此刻，在雪山的见证下，我走向新的人生。我抬头看了看广阔的天空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，你们把青春献给这里，于是化作天地万物。我带着你们的遗志去了更大的世界，那里人海奔流，却有人排除万难，握紧了我的手。此后我不再是孤身一人，请不要担心我，